70多岁爱干净的老爸老妈，为了女儿生活在这种堆积如山的房子里5、6年了，现在终于有机会收拾它。第一天是从这个东西最多的房间开始的，用了1天半把它清理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清出去了这么多的东西，终于露出了地板的颜色。今天接着干，这2件衣服阿姨说以前想穿拿不出来，现在也穿不着了，全都给它扔掉。我看有朋友一直在提醒我，不要在视频里面一直说小姐妹孕育过几年，还有就是不要在视频里面说房主的隐私。总看我视频的应该都知道，我只要是能说出来的，肯定是房主同意的，要不然我也不会往外说。还有就是在视频里面一直说小姐妹孕育过几年，也是他让我说的，他觉得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来，应该能帮助到跟他曾经有一样经历的人，也算是一个正能量吧。还有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在开头那么讲呢？我想尽量让每一个看到视频的人都能知道，之所以这个房子堆积如山，就是因为小姐妹那几年不平常的经历造成的。如果你们不喜欢听，我就少讲，如果有不了解情况的，也希望你们帮忙解释一下。虽然这5、6年的时间，房子被小姐妹堆得跟山一样，现在既然走出来了，而且准备要开启新的生活，从窗户下面翻出来了5、6个大袋子，装的全都是药，看了一些日期，没有一个是在保质期之内的。我问小姐妹怎么能买这么多的药呢？她跟我说有一些是口罩期间囤的药，买回来可能也没用上，堆在里面就忘记了，再加上后来往里堆东西也拿不出来，像这3盒也都是过期的，这个小整理箱里的东西也都10年8年没动过了。大叔过来说别扒拉了，连箱子给我吧，我直接给他扔出去，10年没动的东西了，不留了。这个整理箱里面也全都是药，房子里面可能都忘记了。这个包里面全都是茶叶，我每次收拾到茶叶的时候，好多人都提醒我茶叶没有保质期，所以就都给它留下来了。收拾到这我都有点惊呆了，又发现了好几包的药。今天终于有空间可以坐在地下理东西了，检查了一遍，只有这几盒是没过期的，其他的全都不能要了。这个没有保质期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要。发现了一盒阿胶糕也过期了，后来的药扔之前我们都给它打开袋子破坏掉再扔的，特别是那种瓶装的，如果还没开封的话，我们都是用筷子给它捅破了才扔出去的。还没完事呢，这个柜子里面还有2个整理箱，里面也都是药品，真的是太多了，感觉把每一个品种都买回来了一样。收拾过这么多家了，这家的药品应该是最多的。在收拾屋的时候，每家有每家的要求吧，就像收拾网放店和四川的时候，那个衣服扔的时候需要捡一下，这个药品要丢的时候就需要破坏一下。这姐妹交代我了，药品破坏一下，省得他们回收的给捡走了。药和盒子我们都是分开丢的。这个散泡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我俩也没看说明，就看了一下日期过期了。我说是泡脚的，弟媳妇说是泡水喝的，都没有时间去研究它是泡啥的了，就是一顿苦苦往外捡往外扔。这个中药有点生虫了，还在这里翻出来了他家孩子小时候用过的东西，算算时间的话也有10年了。小姐妹是生完孩子以后就一直和叔叔阿姨生活在这里，所以在这个房子里的各个角落几乎都有她的东西。这个窗户也有10年8年没开过了，窗户一打开，这个灰都老厚老厚了。2个小筐一直放在窗台上了，里面的东西都被太阳晒过了，连筐一起丢出去了。这个艾绒也过期好几年了，直接给它丢掉了。开始收拾这个衣物到顶的衣架了。大叔过来跟我说，这些衣服挂在这5、6年了，他一直都不穿，装吧都给他扔出去吧。我说那能行吗？好多衣服都挂着牌呢，这不是他自己买的，应该是他进的货。这2件衣服怕压，我给他拿出来了，其他都给他叠一叠，打一个包，到时候拿到另一个空房子里面去。小姐妹说她今年5月份的时候就联系了一个收货底的人，就是因为一直没把东西都找出来，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货，没法和人家谈，自己收拾体力也不行，也没有那么多精力，所以这才找我来。我们是按照季节给他打的包，到时候到空房子那边他好分拣。好多人说不应该挪到空房子里去，就应该直接处理掉。小姐妹说处理这些货不是1天2天的事儿，反正也有空房子就放那边放着吧。现在最主要的是把这个房子空出来，让他老爸老妈恢复他原来的生活。这个货架上也掺了一些他们平时穿的衣服，用阿姨的一句话就是说，衣柜里面放了常年不动的衣服，外面各个角落里面堆的都是她穿的衣服，有点空就往里塞。我来的第1天，阿姨就跟我说，她一回到家就感觉像生活在垃圾堆里面，真的是特别急切的想要有一个以前干净整洁的家。
今天大叔跟我聊天的时候也说了，去别人家看到家里面干干净净的，特别舒心，一回到自己家就堵得慌。其实叔叔阿姨都是挺爱干净的人，平时不说是抹布不离手吧，反正只要露着的地方他都挺干净的。听小姐妹说，她不在家的时候，叔叔阿姨没少给她往外扔东西，有的时候带吊牌的她都往外扔。老人可能也不太懂，就看着这个衣服皱皱巴巴的不怎么好，他就往外扔。这是挑出来不要的，直接给它装到黑色垃圾袋里面。留下来的我们基本上都是用白色、灰色或者是紫色，反正有啥就用啥了，基本上都标上了。但是往外扔的统一都是用的黑色，连下来的其他颜色装一装，也都是放在电梯门口。这次收拾屋没买垃圾袋，全是从昨天那个堆里面翻出来的，把这些准备转移的东西全都拿到楼道里，最后收拾完了以后再雇一个车拉到空房子里面去。空房子我也去过，就这样大的快递袋，里面得有17、8个，全都是新衣服。你说小姐妹得压了多少货吧？她是口罩期间进的货，几乎没怎么往外卖。头几年她本来还想找一个收货底的给她收一收，后来一生病又把这个事给耽误了。这不是刚走出来没多长时间吗？就想着把货理一理，顺便把阿姨这个房子给她收拾一下。里面装的大部分都是一些穿过的，我让小姐妹她们自己挑。然后我俩就整别的，这样能快一点。其实以前我不爱收拾家里有人的房子，这一次能同意是因为小姐妹跟我说了好多次，也等了我2个月。我不爱收拾有人的房子，是感觉我在收拾屋的时候拿着支架转来转去的，怕别人感觉干活慢。再一个就是我不太喜欢干活的时候身边有人，就是感觉不自在。但是这次来给叔叔阿姨收拾吧，感觉还挺好的。他们2个人都特别的热心，就我们在拍视频的时候几乎也不过来，他们就在屋里待着。等我们去问他这个东西要不要的时候，他们才过来。收拾了这么多家，好多人家都是老人不舍得丢东西，但是这家的叔叔阿姨特别配合。这些都是准备要拿走清理货底的。这个货架也清完了，原来下面放了一个大沙发，在沙发的一头又翻出来了好多袋的药。真的，从这个家里面翻出来的药都可以开一个小诊所的，这些几乎都过期了，那些没过期的还有好几大包呢。这个货架上的东西一拿，感觉屋子里面亮堂了不少。小姐妹想丢沙发，叔叔阿姨想丢货架，他们3个还没决定好呢。人多了收拾屋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个人有个人的意见，不统一的时候就得商量着来，有的时候确实能耽误点时间，还有就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干。本来是先把沙发抬出来，把下面的东西给它清理出来了。这个地板不怎么脏，我们就用湿抹布给它擦了一遍，没有喷油污精。阿姨说这个沙发是她最喜欢的，也感觉最舒服的，就是厅里那个沙发她就感觉比较硬，所以她就不想丢，想给它留下来，没有事的时候她上这屋来躺一躺。那姐妹是觉得这个货架留下来，可以把家里面留下来的保健品啊、药品啥的都给它摆在上面。从沙发底下翻出来了这么多东西，就留了点洗衣粉啥的，其他的全都扔掉了。这个货架上面还有一个电子琴呢，应该也是小姐妹小时候用过的。她说也不要了，等到时候看看能不能给它卖掉。商量了老长时间了，最后叔叔阿姨强烈要求一定要把这个架子给它拆掉。他感觉这个架子在这太闷挺了，有架子还会往上堆东西，就和原来没有什么区别，所以最后还是顺从了叔叔阿姨。毕竟这个房子收拾出来以后是他们在居住，小姐妹以后可能也要回自己的房子，偶尔回来住一住。我说我来拆吧，大叔说不行，你干不了这活，我来吧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像我爸一样。我爸也是爱跟我讲这句话，懂人我还是小孩，什么都干不了。这个货架一拆，屋里面立马就亮堂了不少。大叔说这4个抽屉里的东西，看看没啥东西就都给他扔了吧。这么多年几乎没打开过，里面的东西都用不上了。小姐妹看着在里面挑出来了7、8样东西吧，其他的我们就直接给它丢掉了。腾出点地方来放厅里那些现在能用得上的东西，他们现在是柜子里面放的常年不动，能用的常用的全都在外面的桌面上摆着，所以外面都是满满的，所以家里面看起来就特别的乱。这个柜子有点脏，喷了点油污净给它擦出来了。里面的抽屉不太脏，我就直接用湿抹布擦的。其实东西不怕多，只要是都能给他们收纳到柜子里面，外面看的就不乱。
4个抽屉一共就留了这点东西，其他全都给它扔掉了。这2个柜子暂时先放到这里，等到收拾完了以后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摆。来看看这一半的前后对比吧，没收拾的时候衣物到顶的衣柜全都是东西，特别闷挺，收拾完敞亮多了。这是刚开始没收拾的样子，根本就进不去人。现在收拾了2/3，明天收拾另外1/3。